大家晚上好，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直播啊，又可以听故事喽。对，这是老范讲的东西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叫故事啊。老范讲故事，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呀，这个今天这么早就有8个人了啊，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开始之前呢，我肯定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比如说去发一条推呀，去这个发一 Discord 啊，让大家来听故事，这个还是每天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一般呢，就是会提前去发一个预告，但是我通常提前的很少啊，也就是提前个5、6个小时啊左右的样子去发预告。我并不会像很多人似的提前1天或者提前更长时间去发预告。然后呢，在正式的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会或者说直播开始之后吧，我会去发这个Twitter 和 Discord 啊，然后让大家来听故事了。好，那么已经把这个推什么都发完了啊，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来讲故事了。最近呢，整个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慢慢调整吧，因为最近的数据实在是有一些难看啊。我的数据现在正在跟短视频、正在跟 AI 视频、AI 垃圾这些东西在战斗啊，这个所以会稍微痛苦一些。我觉得现在整个油管的算法都在调整。啊，具体调整到什么样呢？这个也只能耐心等啊。对于老范这样人来说，只要是这个在这做呗，他还能够给一点点收入呢，那就凑合做下去，对吧？也没指望把这东西做的有多大多小啊，那咱们就这么凑合下去。然后呢，这周啊，我想看看，这周应该是没有会员节目了啊，因为现在会员节目是2周一更啊，这个。我们还是继续来去讲咱们的正常的节目吧。正常节目的话，今天主要是讲 AI 漫剧哀鸿遍野，是不是昙花一现？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啊？咱们今天要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呢，这个周末的话，可能咱们再讲一个叫什么呢？日本现在在封禁中国的高端5轴联动机床啊，然后有人开始去传了，说哎呀，格力好厉害啊，格力董明珠早早就投入了他们这个5轴机床已经如何如何了啊，我们以后就不会被卡脖子了啊。那么这个是老范周末可能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东西。其他的呢，反正我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们想听什么你就说。啊，然后大家留言也好啊，或者是在 Discord 里头艾特我也好啊，你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会去，这个点播一些节目上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其他呢，我们后面再讲啊，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长，因为今天在准备故事的时候。就跟 Anthropic 的 Cloud 说了啊，说我这是周五啊，周五你给我准备一个稍微详实一点点的故事，所以呢，咱们待会儿来听这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是第6版啊，就是实际上是第7版，就是我已经把这个稿件来回的打磨了很多次啊，所以来跟大家讲。那你说这个故事跟 AI 有关系吗？是 AI 写的还是老范写的，对吧？如果是 AI 写的呢，一般叫一键生成啊，叫 AI 写的。他现在都第6版了，你说这个里头老范到底参与了多少啊？大家自己去心里头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故事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AI 漫剧大面积停更啊 ，YouTube 那边也在大批取消变现，这是不是一个行业死了呢？对吧？这么疯狂爆发的一个行业，难道就这么昙花一现就挂了吗？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先说清楚今天讲什么 AI 漫剧。
就是你打开抖音，打开现在 YouTube 上的有很多的这种剧，一看就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当然了，AI 漫剧的范围很广泛啊，有些你是能够看出来它是完全由 AI 大模型生成的，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比较粗制滥造啊，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漫画风的画面，像放 PPT 一样在那儿放，人物的嘴在那儿动啊，有配乐，有的就干脆连配乐都没有。对吧？有的是3分钟一部，也有那种几十集放在一起的那种大合集都有，对吧？所以现在这样的东西，突然就有一堆人说：“哎呀，你看100万大 V 突然就停更了，很多做教学、做收徒的人就不干了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呢，从去年秋天才开始起量，非常非常新。老范应该也反复讲过，说未来的方向属于 AI 漫剧。但是，一下就不行了啊！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去年秋天起量，今年上半年已经冲刺到了400亿人民币的盘子，然后8月份一批账号同时就不更了，微博热搜上挂着一批大量的这种 AI 博主停更了这样的话题。同一个月，大洋彼岸的YouTube 有一批 AI 频道变现被停掉了啊，并没有把你的账号封了，只是不给你钱了。连一些真人做账号的也被误删了，理由是疑似 AI 生成。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 AI 漫剧这门刚起来的生意是不是昙花一现，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今天我真正想讲的其实不是这门生意本身的死活，而是我想讲一下，同样是一波浪打过来。中国跟美国用了2套完全不一样的手法，最后收到的居然是同样的效果。中国这边是每一个层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间节点里头都在拧螺丝似的极限内卷下的魔幻微操，而美国那边呢，把手揣兜里头，让子弹先飞一会儿。我作为一个 YouTuber， 人就在里头，我自己就在 YouTube 上面做内容。这个月我后台的数据也是上蹿下跳，完全没法看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轮清的从来不是 AI， 清的是不劳而获。这句话其实我从头都在讲，就在 AI 出现那一天，我就在跟大家讲，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不劳而获的这种宣传。咱们先讲讲这行是怎么起来的 ，AI 漫剧是怎么来的。9个月从0冲到400亿人民币的一个盘子，怎么来的啊？这门手艺的成本是在9个月里头坍塌掉的。2025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了一份关于漫剧的专项治理提示。这一条啊，咱先记住了。去年11月，人家已经打过招呼了，到今年3月，剪映的小云雀已经拿了10万字的已经可以拿着10万字的剧本一键成片了。有一家叫做创立传媒的公司做了一部60集的短剧，剧本4万多字，5个人8天，搁半年前啊，这你没有半年你根本做不出来这个东西，现在8天就可以搞定了。1分钟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大概也就是1000到5000。如果你说我现在就想生成一次性的30秒视频，40块钱搞定啊，这个更便宜一些。那你说为什么30秒40块钱就搞定了，1分钟需要1到5000呢？因为1分钟需要很多镜头拼在一起，还要抽卡。30秒这个就是啊，你直接让它去生成就完了，就是40块钱啊。但是你不是说每一次40块钱不浪费就都可以用到那1分钟里去的，所以1分钟是1000到5000，30秒是这个40块啊，这个并不矛盾。5个人8天可以出60集，把这3个数摆在一块儿啊，咱就看明白了。这门生意啊，不是被谁做好故事不是被谁做这门生意啊，不是被谁的好故事做起来的，是被价格做起来的啊。成本一旦掉到了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就一定会有一大群人闻着味儿就冲进去了。跟内容好不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跟谁有没有才华更没有关系，价格说了算。钱一到位，量就上来了啊！2026年第1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大概有多少呢？12.8万部啊，记住后边有万，其中 AI 微短剧是12.2万部，
占比超过95%，一个季度12万部剧，100部剧里头啊，这个95部是由 AI 做出来的。这个数字摆完了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生意真的很棒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新行业。老范其实前面也讲过好多次啊，AI 漫剧就是未来的方向。可是呢，我想让你注意另外一个数字。界面新闻今年3月份有一篇稿子说了一句，某平台上线了3000部漫剧里头，播放量过亿的不足5部，绝大多数都是零分账或者是投流亏钱的。那么这个3000部里头有5部这流量过亿，剩下2995部，那就只能是成为背景板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一个标准的体现就在这儿了。这里头呢就有一条判断啊，咱们先搁这儿，补贴发的是量，而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好造的东西。你让一个平台去发现好内容，它做不到。一个季度12万部剧，谁读得完啊？肯定你是看不完的，对吧？只能认数据、播放量、完播率、上线多少部。可这3样呢，恰恰是最好冲的。所以补贴这张网从下水的第一天起捞上来的，就从来不是会讲故事的人，而是最会做数据的人。这不是执行走样，这就是设计出来啊，就应该长这样。那么这一刀砍下去，就是要把补贴停了，大家就玩不下去了嘛。现在8月份大量人撤退，对吧？但是其实呢，这一刀并不是8月份砍的，而是呢在4月份就砍下来了。那8月份为什么一片停更呢？到底被砍中什么了呢？对吧？这个咱们就要讲清楚了。真正的转折点是4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备案要求那天开始强制执行了。规矩就是一条啊，先备案后上线。原来等于大家就都直接上线了。存量作品3月底之前补完备案，没办的4月1号强制下线，到3月31号那天清理规则。这个清理违规视频将近2万9千条。到4月27号，第二刀就来了啊！红国把 AI 仿真人剧的保底给取消了。保底是什么？保底就是补贴啊，就是你做的好不好，我都给你一笔钱。那么一帮人就会拿着一堆烂剧就冲上去了啊！但是到4月27号就没有了。4月27号之后过审的本子全部都不再有保底了。改成了纯分成啊，分成比例是20%。这句话得掰开了说啊，保底的意思就是啊，平台先刚才老范突然掉线了吧？这个很神奇啊！最近的这个网络状态不是很好啊。那咱们就你好啊，咱们就接着讲这故事。我应该又回来了吧？你们都看到我了吧？这个赶快跟我吱一声，我是不是现在在正常的聊天？对啊，我看到有人打了惊叹号出来了啊，那么现在应该回来了。现在没毛病了吧？大家都看到我了哈啊，回来了。好，那咱们继续说啊，这个取消保底啊，那么咱们就从这儿开始说吧。紧接着4月27号第二刀啊，红国把 AI 仿真人剧场的这个保底给取消了啊。那么在这之后就是纯分成了啊，就是补贴没了。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剧场上正在最热位置上，对吧？应该什么？就是你花了一堆补贴，然后把大家拉起来，然后这时候一刀斩断，不补贴了。4月底 AI 真人漫剧一天的投放量突破了1个亿，
对吧？到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花钱去买量了，那种垃圾的内容我们就不要了。现在这个1个月1亿投放的这个 AI 漫剧已经占到了这个漫剧市场投放的大盘1半以上了啊！到了5月份 ，AI 漫剧的投流已经到1.6亿了，占整个的 AI 漫剧就是占这个红果平台的70%了啊！你注意这一个顺序，不是没人玩了才收保底，是玩的最凶的时候，咵一下把保底砍掉了。我们就要给投流的这些人啊，你指望薅我羊毛啊，这个没有了。再往后就是8月3号，红果发布 AI 剧场角色创作规则，禁止千人一面的模板，要求区分度鲜明，人物记忆点清晰啊。为什么呢？因为还有那蹭脸的呢。番茄那份把拉新链子斩断的新规也是这几天下来的啊。可是就在8月1号，番茄在海外那边还推了个 AI 短剧爆款刺激计划，最高奖励5万美金啊！就是如果你能够在海外靠上 AI 短剧的话，人家番茄给5万美金，优先扶持仿真人画风的精品 AI 剧。同一家公司隔了2天啊，国内这边在收手，海外那边说来我要发钱发补贴了，赶快来吧！啊，这是为什么呢？再往后啊，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就要开始实行了，8章54条，第34条专门管 AI， 用 AI 做的剧，每集明显位置得要加上提示标识，片头还要标明这个剧名、许可证号、批准文件的编号、节目编号啊，这几个编号是干什么用的？是把一部剧跟一个有名有姓的机构给它绑死了。原来一个人在家里头做10部剧，用10个马甲发出去，谁也找不着他。现在你得先登记啊，登记的是机构，不是马甲了。规矩这么密啊，真的是非常密，嘁哩咔嚓就往上下来了。钱那头呢？是什么样的光景？2个数啊，你一听就明白了。成本，单集的制作成本已经上升了啊，因为原来这种像 PPT 那种东西就玩不下去了，成本从17块钱一集涨到了80到100块钱一集啊，还是上升了很多的。收益那肯定要降啊，对吧？红果的万播分成从将近100块掉到了5块啊，没有听错啊，真的是5块。成本涨了5倍，收益只剩下原来的5%。这2条线一个往上窜，一个往下砸，中间那道口子有多宽啊？咱们自己去算一算去。有从业者把账晒出来了啊，11部短剧总共赚了9块6毛，还有人300万播放量拿了500块。到这儿，大批 AI 博主停更了，就冲上热搜了。这一点都不奇怪啊，这批人本来就不是冲着讲故事去的。老范天天在那讲故事，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是冲着那条成本曲线和那笔拉新的佣金和补贴去的。现在佣金清零了，人当然就走了。这不叫哀鸿遍野，这叫算账啊！他把账算明白了。那他们走的时候说了点什么呢？这个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啊，找到了几条，原话是这么说的。因为那边啊，打个括号，水果新规，现在所有作品暂时停更。番茄突然出了新规，推文视频总时长限制在15分钟以内了。西红柿平台新规则，咱这部剧没法再往下更了。由于版权新型规定，我不得不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一帮人就在发这样的东西出来。先别急着同情啊，你把这第1句和第3句再听一遍啊。这第一句写的是因为那边括号水果，而这个第3句写的是西红柿平台，就是第1条写的实际上是红果平台，第3条写的实际上是番茄平台。一个靠番茄推文吃饭的人，在自己的告别的视频里头不敢念番茄这2个字儿。他得管它叫那边那个水果，或者叫西红柿，为什么呀？还是怕被限流呗，对吧？憋憋屈屈的抱怨一句，发个牢骚啊，但是还是要这个绕着点说，养活他那家公司名字在他嘴里已经是一个不能直接说的东西了。
对吧？这就是这么神奇，这么魔幻。这个细节呢，比几条新规本身狠得多。一个人连养活的那家公司的名字都不敢念出来了，他在这门生意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啊？大家自己掂量一下。还有更觉得有一条停更声明，视频里出镜的是2个 AI 生成的男女角色，以原创漫剧作者的身份宣布，因为数据低迷暂时停更，还说要回去把前2集重做一遍。告别信是 AI 念的，那份新规具体哪天生效，从业者自己转的说法是8月17号之后，关键词开始试用。也就是说，从热搜爆掉往前推不到1个星期。那现在出来骂街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啊，这么大一件事啊，这几天在网上都在发生，都是什么人出来骂？啊，这一段呢，我建议大家好好的听一听啊，比停更还要有意思。我把找到的中文报道翻了一个遍啊，第一件事1个名字都没有啊，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这是我干的啊，没有人。没有一家媒体点得出一个具体的停更账号，全是大批许多百万粉丝级的博主这样的代称。第二件事，这些稿子有相当一部分是 AI 写的，而且他自己的文末写着一部叫做《番茄8月新规对 AI 短剧有哪些具体限制》的一个文章，署名是硬件瞭望台，文末有几个字儿：本文由 AI 生成。一篇讲多数账号仅运营一两个月即停更，署名是数码趋势发展录的署名是数码趋势发掘录的文章，文末还是这几个字啊，这个本文由 AI 生成。还有一篇算成本的啊，署名是今天不减肥，写的是内容由 AI 生成啊，大家都是干这个活。一批 AI 做的内容被清掉了，来报道这事儿呢。也是一帮 AI。 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条啊，车评人韩露8月17号晚上在微博上说了这么一句，大意是这帮人根本就没有想清楚商业模式就冲进去了。纯 AI 创作并不比实拍省钱啊，做的东西不好看也不会商业化。最后他还撂了一句话， AI 内容只是一种内容创作手段，关键还是人脑子里头的本子最重要。这句话说的没毛病啊，可是这句话是怎么转到你耳朵里头去呢？是一篇署名星际广角镜，文末标着本文由 AI 生成的稿子转述给大家的。人脑子里的本子最重要，这句话是一台 AI 转述出来的。第3件事，也是我最想让大家注意的啊，现在跳出来的最起劲的，恰恰是这帮教 AI 漫剧的人啊，做教学做收徒的这帮人。你去看那些深度复盘、行业洗牌、3重压力的帖子，写的情绪最饱满，分析的最头头是道的，很多就是之前卖课做孵化带徒弟这帮账号。他们现在在骂平台、骂新规、骂内卷。他们为什么要骂？你想想他们的生意是什么？他们的生意不是做剧，他们的生意是招人。一波风口过去了，总有跑得快的，跑得慢的，总有还没找到下一条路的。这个时候喊一嗓子有3个用处：第一啊，把现在还观望的人吓进去，再不上车就没了；第二个，把已经交了钱的人啊稳住，不是我的课不行啊，是政策变了；第3，也是最要紧的，把自己的号顶在这个话题上，为下一波收割做准备。这就是咱们今天真正要让大家记住的一句话：这一行里骂的最凶的，往往不是挨刀的那个，而是握刀的那个。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大家就明白了啊。网上现在搜 AI 漫剧变现完整指南，会给你5条挣钱的路啊，平台流量分成、付费分销、广告商单、账号交易，还有一条私域引流啊。私域引流下面是3行价目啊，入门课程99，进阶课程699，陪跑营2980元。你看明白了没有啊？卖课的，这不是卖课，不是这门生意干不下去之后的退路，他从第1天起就写在教材第5条上的营收路径。
教你挣钱的那个人早就把教别人挣钱这件事情算进了自己的收入表里头去了，所以他现在骂得越凶，你越要捂紧钱包啊。这一整摊事儿，咱看下来以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从做剧的、写稿的，再到出来评论的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人都在往后退。剧是模型出来的，稿是模型写的，连告别信都是 AI 角色念的。这个东西有个名字，叫做人的参与度有多少啊？这几个字后面咱们要反复用，因为中美两边这一轮动手量的其实都是这个，到底有多少人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啊？那么骂街的这批人，他们真正做的是什么生意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 AI 漫剧是没头没尾的，对吧？这个什么叫没头没尾的呢？啊，这帮出来骂街的，刚才咱们讲卖课的嘛，做孵化的嘛，他们自己做的都是什么剧？就是这种没头没尾的剧，对吧？这个很多上来就是啊，舔狗逆袭，真假少爷真假小姐，裁员裁到大动脉啊，没头没尾，名字还特别熟悉啊。这个女主角一般叫柳如烟，对吧？这个前几年啊，这种剧集结尾通常有另外一个样子，画面一停，出了一行字啊，想看后续去番茄小说搜某某某，你去搜了，下载了个 APP， 注册了，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啊？这叫做小说推文拉新。行价是公开的啊，一个从来没有装过番茄 APP 的这个用户，通过你专属关键词第一次下载并且注册，你可以拿到6到12块钱人民币啊。一个装过但是很久没用的啊，被你重新拉新拉回来重新登录的，你可以拿到2到5块人民币。为什么要用关键词不用链接呢？因为短视频平台是不让你挂外链的啊，所以都是使用关键词去绕开。现在微短剧来了，他们这帮人又回来了啊！现在小说 APP 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冤大头了啊，但是这个故事改头换面，它又回来了。这就是 AI 短剧收徒培训里边的东西。这里呢，咱们先把两件事分开啊，再把它合在一起。漫剧是漫剧，小说推文拉新是小说推文拉新，这是两个不同的生意，别混在一块儿说。一个是靠平台分账和广告挣钱，一个是靠给 APP 拉人头赚钱，钱的来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这两门生意是同一拨人，这拨人手里头真正的资产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一箱剧本。这箱剧本跑了好些年了啊，有声小说那个年代就跑过一遍了，微短剧这2年啊再跑一遍。前几年拿去做小说推文啊，帮人家往 APP 里头拉人，一个人头6到12块。后来小说平台把水位拉下来了啊，不愿意给这么多钱了，这个羊毛不好薅了。正好漫剧这波补贴又上来了，那同一箱本子换个壳，咱是不是可以搬出来再蹭一波补贴呢？换的是壳，人没换啊，这个剧本也没换，收徒的话术都一个字没换。所以剧为什么全是没头没尾的？原来断的最要命的地方啊，后边是让你去搜索下载的，但是这个剧后半本他就没写，压根儿就没有，他只写了半本，对吧？你想想，原来这条链子前半段负责把你惹毛了啊，把主人公写的要多惨有多惨，至于怎么翻身，怎么扬眉吐气，怎么把这帮人一个一个再收拾回来，就不用写了呀。你到那边去搜啊，搜完了以后，你看后边扬眉吐气这部分啊，对吧？以前是这么来干的，现在呢，这项剧本搬到漫剧上了，壳换了，可是本子仍然是只有一半啊，它是没有后半段的，因为它从来就没写过。所以你今天刷到的不是断章，它就是这样啊，一半的这种产品啊，就是让你看完了以后百爪挠心，没了后边。这种本子上来就是啰里吧嗦给你写啊，这个人有多惨啊，多憋屈，被踩了多狠，惨完了没了啊！你等到那口气儿，作者手里压根没写。那这本子为什么全都长成这个模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就这么粗制滥造呢？这些本子的主人公永远是同一个人啊，扮猪吃老虎的那个，他其实很有背景，很有能力，
只是眼下正在给人当舔狗，他付出了很多年，一直被欺负，欺负他的人通常是负心汉或者是负心女主吧，边上还有配一个这个跟班啊，草包、小三、男闺蜜一块来踩他啊，获取他身上的各种的资源。踩到某一刻的时候，他突然觉悟了，愤然离开，转身就厉害了啊！回过头来你就不认识他了啊！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壳底下的内核核心是2句话啊，一个叫我怀才不遇，一个是我遭小人记恨。这2句话很熟啊。为什么中国算命先生永远都在讲这2句话？你跟任何人，只要上班的人，你去跟他讲这话，1000%的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想。讲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反直觉的话，别急着嘲笑这个本子糙啊，别说这帮草台班子怎么这样，画面糙，口型对不上，配音一股塑料味儿，这些是真的。可是这些恰恰不是重点，这门生意真正精细的地方，压根儿不在这些剧本上。精细的地方有2处，它有一套很完整的招生和收徒体系，老带新。先让头一批人挣到点钱当活广告，甚至呢这个里边还有一点点传销的路子，说哎你还可以再收徒啊，对吧？你再收了徒，你徒弟挣的钱也可以让你分一点，这不是传销吗？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历史很悠久的。那么这套收徒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啊？咱们就可以仔细看一看。越往下看呢，大家就越觉得吓人。第一层先挑人啊，挑的也不是随便挑的啊，是年轻人。维权的人给出来的数据是，受骗的人里头，年轻人占比70%，主要是刚毕业的学生。为什么挑这帮人呢？啊，因为这批人手里头没有什么可判断的经验，也没有吃过亏，啊，但是他们有时间、有焦虑，还有一部手机。啊，你跟一个干了10年的人说日赚800，他扭头就走了啊。你跟一个刚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去讲这句话，他就会觉得，哎，这个事儿1天800，一个月24000，好像也不是很多嘛，我能挣到的啊。然后第2层呢是卖你一套系统啊，卖的时候说，哎，我是花了好几百万自主研发的 AI 漫剧制作系统啊，也有记者去查了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市面上充了钱谁都能用的一些公开网站。把几个通用大模型的 API 接口简单的拼一拼集成起来，搭一套成本不到2万块。注意啊，这2万块是一次性的，卖给一个人啊是这2万块，卖给100个人还是这2万块。单部漫剧呢是19800，3部呢是59800。做区域代理加盟费是15000加上登记费900啊，大家注意这几个数字是很有讲究的，待会儿咱们再讲。第3层是塞给你一大堆的这个套路脚本啊，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什么人生逆袭啊，这个舔狗逆袭，就这种板子扔给你，还告诉你啊，这里头有秘籍的啊，就是前面说的这些东西啊，扮猪吃老虎，怀才不遇，遭小人记恨啊，跑了10几年了，这些东西真的是特别有效。为什么女主都叫柳如烟？原因很简单，这真的是大模型啊，这是大数据 A/B 测试测出来的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你以为拿到了行业秘籍，其实是拿的一大堆跟另外几千人、几万人手里一模一样的东西。到第4层呢，是教你怎么去薅补贴。话术我原样念给你听啊，官方扶持日赚500到800，10天回本，一个爆款纯利润4万到5万，只要漫剧不下架。有流量就一直能够拿钱啊，甚至还有叫税后收入的。听出来了没有？他卖的根本就不是怎么做出好剧，是怎么在平台的规则缝里头去把钱抠出来，怎么去薅这个羊毛。他自己其实也门清啊，这条缝随时会关，所以呢，他要抢在关之前把这个课卖完。第5层是最狠的一招啊，按照你能够借到的钱给你定价。还记得刚才咱们讲的这个19800是怎么来的吗？它是给这些年轻人做的信用评估啊，就是你就能借到这么多钱，所以就是19800。在互联网里最挣钱的生意是什么？除了黄赌毒在中国不允许之外，最挣钱的东西是放贷款。
对吧？一帮年轻人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家里也没有什么资源，来，你干这个事儿吧，先借个19800，我给你一套系统，然后你就干吧，稳赚不赔啊！大家觉得这个套路是不是好熟悉啊？有一个姓杨的啊，1月看到广告，3月13号销售给他发的收益截图，3月26号他付了15000，4月3号开始追问，5月1号销售失联，收益是0。另一个姓严的付了59800，后来联系上7、8个受害者，涉案金额从29800到10几万不等啊，这个反正每个人能借出来的钱不一样嘛。那为什么最后收这批人？因为培训班教出来的只会做这种标准的垃圾剧，这是必然的啊。教程能教的只是流程和模板，模板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模板，而真的有故事想讲的、愿意慢慢投成本的人，压根儿不会去交这个学费。所以，教你做 AI 漫剧这门生意，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内容生意，它产出的不是剧，而是学员本身。啊，这个学员就是他的最终结果，他卖的东西只有一样啊，就是不劳而获这4个字。只要你不相信这4个字，那19800你就不会把它掏出来。如果你相信说，哎，我可以不劳而获，能把这钱挣着，韭菜就是你啊，请找一个镜子自己照一照。而这5层里头，每一层都很可恨，可每一层都有人愿意往里走。这批人被割完了，下一批人还会来，为什么呢？因为想不劳而获的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里头永远是大多数。这话说着不好听啊，可它就是这门生意一直能够做下去的全部原因。这才是最狠的啊！招徒弟和写本子用的是同一处人心。招徒弟那头卖给你的是什么？你也能翻身，零基础1部手机日赚800，扬眉吐气。写本子里头卖给观众的是什么？主人公也能翻身，当了好多年的舔狗，受尽了欺压，然后一朝觉醒，谁也别想再看不起他。大家发现了没有？就看这种剧的人跟买这种课的人其实是同一波人，这是同一句话说给同一波人听，收2遍钱。你掏19800报名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扮猪吃老虎的主人公了。你晚上刷剧的时候，刷到凌晨2点的时候，你还是那个扮猪吃老虎的主人公，是不是特别有那种感同身受的这种想法？这才是这门生意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不是它的 AI 用的好不好，是他把一处心理缺口摸得太熟了，熟到可以2头下刀。那番茄那份新规呢？为什么专挑这几条来去杀？大家要看一下，你把条款拿出来一对，一条都没有白定啊！推广视频总时长不能超过15分钟，再长你就要在视频里头把书都看完了，不用下载了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内容不超过原著的10%啊，这个是番茄还在继续收上面这个推 APP 的口。标题里头不允许出现第1集、第2集、剧集、合集这些字样，不许做合集。合集就是让你连着看，连着看就不去搜关键词了啊！这些它是专门去做区隔的。违规的处罚是什么？佣金清零，不是罚播放量，不是罚流量，是直接清零你所有拉新的佣金。处罚方式最实诚啊！他罚到哪儿就是这门生意真正的钱袋子。这一条摆在一起啊，等于番茄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我给你这笔钱啊，买的是新用户，不是你的作品。”那么这帮人说：“那你既然不愿意卖给我，我就拿这个接着去玩这个短剧呗，对吧 ？AI 漫剧，我接着收徒，接着玩，赚下一笔钱，对吧？所以它是分开的啊，这是一鱼多吃，还不能说2吃，多吃。那么中国这套玩法呢，真正在玩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明白？咱们先不说美国 YouTube 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先把中国这事儿说透。这一摊事儿在中国这边到底玩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制造或者中国民族性最核心的东西。中国这套不是哪一个人坏，也不是哪一家平台特别黑，
它的真实形状是这样的：这门生意的每一个层级、每一个环节，在每一个时间点里头，都在极限内卷。里头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极端压力底下抢那么一点微薄的可怜的收益。我把这条链条啊从上到下给大家捋一遍，你听听每一个环节能挣到多少钱。第一环，平台在卷平台，快手投了8亿分账，加上2亿现金，加上10亿的流量池，红果给保底，爱奇艺升级分账，淘宝推100万激励，优酷发竖屏奖励，5家同时砸钱，抢的是同一批人来做剧，抢到最后量最大的分不到了啊！红果4月27号第一个把保底掐了，改成了单纯分成。第二环卷的是模型，字节跳动 C-Dance 2.0啊，1秒钟不到1块钱，可伶极梦一路跟上，到8月3号 Minimax 直接把桌子掀了 ，Minimax H3 我开源了啊，谁愿意布谁自己部署去，商用免费8G 显存就能跑，1年之内把整个视频生成干成了白嫖了。第三环工具也在卷，10几个导演 agent 平台挤在一块了 ，Flowa、Lab TV、小云雀、Minimax Design， 还有商汤、美图、昆仑万维、猫眼都在出叫导演工具。他们把一个干了10几年导演脑子里头的这些手感打包成技能，让你去下载啊，基本上都是白送。第四环，做剧的也在卷，一个季度12万部剧啊，95%是 AI 做的，挣的是万播5块，11部剧挣了9块6，300万播放挣了500块啊，就这样的一个卷法。第五环，卷不动的往外送。2026年上半年 YouTube 上 AI 短剧的库存量涨了153.4%，到了那边接着卷，接着把单价压下来。第六环，骗补贴卖课放贷的也在卷，就是咱们上一节讲的这个卖课的这帮人，19800、59800，就是这些人能够最大带出来的这个钱数。第七环也是最上面那一环，平台自己也在卷。这一环咱要单独说，很多人觉得哎呀平台很厉害，对吧？抖音、快手，你是平台规则制定者，稳坐钓鱼台，稳赚不赔的，不是那么回事啊！他们卷的比谁都狠，只不过他们卷的不是这几块钱，他们卷的是几百亿美金。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想想，他们卷的是什么？对吧？如果你说我现在是微短剧平台，这玩意儿值钱吗？它不值钱呀。什么东西值钱？我是 AI， 大家在我这烧 token， 这玩意儿才值钱呢，对吧？你一提抖音，一提快手，第一个反应大家是觉得这是平台，但其实呢，抖音后边烧的剧是哪来的 ？C-Dance 也是他自己家的这个大模型烧 token 烧出来的，对吧？快手家呢，那是可伶烧出来的。而现在快手干脆说，我直接把可伶拉出来，直接单独去募资，单独去上市。现在这个可伶的估值是200亿美金往上了，对吧？快手自己的市值是290亿美金，可伶马上要追上它，只要一上市，肯定就能追上它，对吧？这才是人家玩的东西。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卷，一直到平台层大家也在卷。从我原来是挣广告费的，到现在我是挣 token 费的，那这估值和市值一下就不一样了呀，对吧？所以这个7个环数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条链子上没有一个环节是轻松的，上面那6环在拼命，每一环挣的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为了几块钱，有人一天做3部剧，有人一个人挂几十个号，有人去借网贷交学费。最上面那个环就是这个也在拼命，平台也在干，只是他抢的是估值，抢的是市值，抢的是资本。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容的。而这7环之所以每一环都夹得死死的，因为上面还有一只手在一格一格的拧螺丝，
模型每1秒钟卖多少钱，保底给不给，标题能不能写第几集，片头写几个编号 ，AI 标识贴在哪个角，这不是管理啊，这是拿着镊子在夹，夹到最后长出来的东西就开始魔幻了。前面那三个画面，你现在回头看一遍就懂了。海外发5万美金，国内掐脖子，中间隔2天，靠番茄吃饭的人不敢念番茄2个字，清理 AI 垃圾的报道自己是用 AI 写的。这3件事情没有一件是谁坏，每一件都是有人按照规则在办事儿，认认真真的办，这就叫魔幻。这不叫荒诞，是每一个人都在按照规则拼命，拼出来的结果不可能是正常的。国家那边的节奏也对得上啊！今年2月份，网信办通报处置账号13421个，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4.3万条。问题就是发了 AI 生成内容不加标注，里头还包括专门卖 AI 去标识工具的。4月起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活动，到7月6号第1阶段收尾，下架违规网站、应用和智能体1.4万余款，处置账号2.6万余个。这套微操好处是快，坏处是每一次拧这个螺丝，都会有一批人赶在拧完之前要把钱抢走，但是也总有跑得慢的人被夹死在里头。那么同一个月，咱们再说大洋彼岸啊，咱们再说 YouTube 那头的事儿。中国讲完了，咱们来讲 YouTube 那边没有备案这一套说法啊，也没有人拿着镊子一根一根去夹你，可刀落的一点都不比这边轻，而且落的时间点跟国内几乎是并排的啊。先把 YouTube 这条线捋一遍，2025年7月 ，YouTube 把原来那条重复内容的政策改了个名字，叫做非真实内容。改名看着不起眼，其实就是把打击面从你把一条视频转了2遍啊，扩大到你批量制造了一堆长得差不多的东西。2025年12月，2个做 AI 假电影预告片的频道就被终结了。2026年1月，YouTube 的 CEO 莫汉把 AI 垃圾内容列为了平台优先整治项，然后到今年7月16号 ，YouTube 把这条政策讲明白了啊，明确3类东西不能变现。这3类咱们给它分别起个名字，大家记住。第1类叫流水线，用 AI、CGI 或者是模板批量做出来的，彼此之间只有很小差异的内容。YouTube 信任与安全负责人哈尔平说得很直白。AI 能让人做出很多视频，但是平台不鼓励量产这种缺少叙事线和创造性的东西。第2类叫做膈应人的，什么叫膈应人呢？就是靠制造不舒适来换互动的，比如做动物受苦的场面，用没用 AI 这个事儿都不给钱。第3类 AI 是 AI 人设讲专业话题的，一个人工合成的形象跑去讲财经、法律、医疗、健康的啊，那么这3类都是不允许去变现了，而且是宁杀错不放过的一个玩法。这3条咱们并排念完了，大家有没有听出什么故事来啊？它量的从来不是你用没用 AI， 它量的是含人量，对吧？你这个事情人到底参与度有多少？如果人参与度低了，我就给你干掉；如果人参与度够了啊，咱们就可以接着玩下去。说到这儿呢，要说到我自己头上了啊，因为这个事儿跟我有关系。我这段时间 YouTube 的数据啊，那真的是魔幻的一塌糊涂。有一阵涨得很快，就数据涨得快，但是呢，单价往下跌。什么叫单价 ？YouTube 是这样啊，就是1000次播放给多少钱？在今年的5、6月份的时候，它大概给到了7块美金啊，1000次播放7美金，这个是咱们自己老范的数据啊，在外边听不着的。往年啊，这个5、6月份其实是比较低的，最低的时候一般是在
3月份、2、3月份左右啊，一般是中国过完春节了以后，他们那边也把1月份的假放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广告费就会下降，有的时候呢会降到3、4块美金，啊，然后到5、6月份的时候呢，一般会在5块美金左右，然后到什么时候涨呢？就是第三季度啊，比如说你该有双11啊，该有双11是第4季度，但是第三季度呢就已经开始慢慢往上涨，大概能涨到6块，然后到双11的时候，有时候能够涨到7块多啊，而且每年都在普遍涨，但是今年呢特别神奇，5、6月份的时候就涨到7块多了，对吧？我说这很神奇啊，但是到了7、8月份啊，特别是到8月份，这个数掉下去了。往年在这个时候应该涨到6块的，结果到8月份的时候掉回5块多了，对吧？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大量的这种 AI 剧上来以后，流量多了，你没有那么多广告库存了啊，这个广告单价就掉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老范来说呢，播放量涨了，但是呢，收入呢基本上在原地踏步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老范跟大家讲的这些数据呢，并不能进行完整归因啊，因为毕竟这是老范自己的账号，我并没有做这种特别大规模的统计分析啊，因为我今天讲的好，明天讲的不好，哪天多了多少观看，哪天少了多少观看，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也能够看出一个趋势来。那么有多少人涌进来了呢？肯定大量的人涌进来，它这个广告收益才会下降嘛。啊，有一个叫 Capwin 啊，这家做了在线视频剪辑的一个公司，2025年10月新注册了一个 YouTube 账号，把系统推给他的头500条短视频看了一遍，104条是 AI 垃圾内容，占21%啊。他盯住了278个这类频道，累计播放631次，一年收入加起来是1.17亿美金。这还不是几个小作坊在薅羊毛啊，这是成规模、成产业的上那儿薅羊毛去了。平台不动手，每一个认真做内容的人，单价就会被他稀释掉啊！这就是老范自己的亲身体会。当然了，这个事儿呢，后来平台就开始管的时候呢，就一定有误伤的啊。前面咱们讲过艾伦陈的故事，26万粉丝的财经类博主，突然就被取消变现了。他去申诉啊，过了几天给他恢复了，恢复的时间点还挺巧，正在他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准备转战 X 平台的时候，这个变现给他恢复了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一个26万粉丝天天出镜讲财经的真人，平台把他判成了非真实内容，这说明什么？说明平台判你是不是 AI 靠的多半也不是多高明的算法和技术，真有那么准的算法，他就不会把一个出镜的真人认错了，它更像是几条粗线条的规则加上举报量算出来的。你做财经啊，封面是 AI 画的，更新的还比较密集啊，而且还有人去举报你，那先停了再说啊。他大概是这么来干这个事儿。那么这套东西有个现成的说法，叫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而错杀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申诉这条路是通的，平台算的是这笔账啊，错杀一个能申诉回来啊，或者有些人你就懒得申诉了，漏掉1000个广告主就该跑了啊。因为广告主要的是广告投放效果，如果你有大量的垃圾内容上来的话，广告投放效果一定会很差很差的。这个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个月刚发生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儿呢跟所有惦记做 YouTube 的人非常息息相关。8月11号 YouTube 宣布要改合作伙伴计划的门槛了。咱们经常讲 YPP 就是 YouTube这个 Partner Project 啊，就是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就是我们分钱上走的都是这个。2027年2月1日生效，老的门槛是1000个订阅加上过去1年400小时公开观看时长，就可以进 YPP， 可以开始分钱了。新的门槛改成了1000个订阅加上8000小时，直接翻倍了。所以如果您还想做 YouTube， 一定要在2027年2月1号之前把这个 YPP 实现，否则的话门槛抬高1倍。那你说我做短视频行不行？老的门槛是过去90天1000万次有效的
短视频播放新的门槛是2000万次，对吧？也是直接翻番，这个是很吓人的。就是 YouTube 在这点很好，就是它虽然你的价格会上下浮动，但是绝对不会发生原来是100块现在变成5块这种事情，对吧？它的这种浮动就是比如说，哎，原来从7块美金啊，现在掉到了5块或者是6块美金，它会发生这样的波动啊，但是它不会说一下给你砍到剩原来的5%。门槛这个东西啊，不是道德标准，是水位线，而水位线是被涌进来的人抬起来的。2026年上半年 ，YouTube 上 AI 短剧的库存量涨了153.4%，频道数涨了38.1%啊，这就是水。所以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看，就是7月16号砍变现，8月11号抬门槛，一个是把已经进来的啊要清出去，一个是把后边要进来的要挡在外边。就是如果你做的东西没有什么水平的话，就别进来了。这也是我这份数据为什么会那么魔幻的一个原因啊！卷王来了，水就涨了，对吧？我的播放量也涨了，可是一次播放分到的钱少了啊，因为分钱的人多了太多了啊，而且多出来的这批人，一个人手里头可能攥好几十个号，一大堆这种垃圾剧就冲进来了。所以美国这套东西呢，叫让子弹飞一会儿。YouTube 这么折腾，图的又是什么呢？他这一套也是有一个现成的说法，叫让子弹飞一会儿。你们愿意来就来啊，我先看着啊，跑一段时间，等这事儿真的影响用户体验了，我再动手把这些不合规的人听出去。今年3月20号还有一场 AI 漫剧大会，谷歌大中华区新客户部上台讲了一节课，题目叫做 AI 漫剧如何撬动1000亿美元短剧出海市场。这个部门自己介绍说，他们干的事情就是帮助国内公司从0到1做海外增长和投放。这帮人实际上是做投放的。台上讲了3条机会：二次元和泛二次元题材在海外是块蓝海，至少5亿用户没有被满足。用 AI 做存量题材，整个制作成本和周期能够降80%左右，沉淀下来的 IP 还能2次变现。还特意说了一句，短剧在 YouTube 上衰减很慢，一个爆款大概在半年以上的，一个爆款大概有半年以上的生命周期。在这儿呢，老范要再讲一下啊，就是我放的这些视频，基本上生命周期也就是长的可能有1周啊，短的呢大概也就是48小时。而老范做了好多短视频啊，就是这种讲笑话这种短视频，这个确实生命周期是很长的啊，就是它推得很慢，但是呢，很长时间都一直有人看啊，这个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东西。这是招商啊，不是暗示，不是倾斜，是明明白白在讲台上在讲的招商。招商的效果怎么样呢？半年就出来效果了。2026年上半年，对吧？刚才咱们讲过这个数字了啊，这个 YouTube 上 AI 短剧的库存就暴涨了，频道数也在暴涨。未来电视旗下的 AI 漫剧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从2025年12月份到2026年5月半年，收益涨了8倍多啊 ！Data Eye 这个就是数据眼研究院预估，2026年海外 AI 短剧市场规模大概是6.5亿美金，同比增长了550%。还有更狠的啊！今年4月有一部中国团队做的 AI 短剧在海外上线72小时，就收了50万美金的这个付费收入回来啊，这个还是很强很强的啊。然后是7月16号，刀就落下来了啊！你把这几个日子排起来看看啊，3月20号上台还在讲的5亿蓝海降本80%，爆款存活半年。7月16号台下宣布批量做的。这个模板化的没有叙事逻辑的啊，就不给钱了。中间隔了4个月，这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的一个完整形态。它不像中国那样每个环节在那儿拧紧螺丝，它只在2头动手啊，前头招商，后头清场，中间呢你就随便跑啊，跑的过程它不管你，跑完了以后啊，它去进行结果的这个收割，收的时候量还在那儿啊，量还是那个尺子。什么量呢？就是人的参与度，或者我们叫含人量。那他凭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他这本账跟国内平台压根就不是一笔账。
国内平台是补贴掏钱，掏的是自己的钱，钱撒出去了，他得看得见量，所以他必须一格一格盯着中间过程。YouTube 1分钱也不掏，广告费是广告主付的，他就在中间抽成，对吧？他不用请人来，人自己就挤破头冲进来了。因为什么？1000次播放给$5也是很高的呀，对吧？你想国内那个300万播放才挣了500人民币，对吧？如果300万播放放在 YouTube 上，那这疯了，你这个挣开了去了，对吧？它只有一样东西需要保住，就是广告主的脸色啊。观众什么时候觉得你刷出来的东西膈应人了，广告主什么时候说我不愿意给你投钱了，他就开始动手。一边是掏了钱了啊，所以必须拿镊子捏到底；一边是1分钱没掏，只要把两头一掐，这个事儿就接着往前走了。那么现在呢？甭管是国内平台还是 YouTube 平台，两刀砍下来，实际上砍的是同一样东西。那这两套手法这么不一样，最后落得的结果为什么是一样的呢？你把两边的条文搁在一块念一遍就明白了。YouTube 这边说了啊，用 AI、CGI 或者是模板批量生成做出来的东西，彼此之间只有很小差别的内容，不给钱了，理由是缺少叙事逻辑和创造性。红果8月3号那份规范说的是禁止千人一面的模板，要求区分度鲜明，人物记忆点清晰。中英文换一下，2句话就是1句话了。所以别再问这一轮是不是在打 AI 了，打的不是 AI， 打的是这个用 AI 不动脑子这帮人啊，打的是含人量低的这帮人，打的是拿这个统一的本子出来去这个骗钱收徒弟的这帮人。这些人该被清算了，不是因为他用没用 AI， 是因为他没有人在里边去投入。中国这边要求你片头写上许可证和批准文号，美国那边要求你别做流水线，别拿 AI 人设去讲财经和医疗。两边所要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后边就是得站一个能够被找到、能够被追责的人啊。所以啊，我从 AI 起来的第一天就跟大家讲的这句话就是：不要相信不劳而获。任何人跟你讲不用出镜、不用露脸，躺在家里就可以躺赚，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挣钱的，你想想这可能吗？真要有这种事情，他自己干嘛不去呢？为什么还要找你收19800呢？那两边的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就是养出来的东西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中国这边是一格一格加到底的一个打法，中间一定会长出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出来，补贴、保底、分账比例、审核标准，每改一次就有一批人赶在这个当口要把钱抢走，也有一批人会倒下。可这么血肉横飞，折腾一轮下来，大浪淘沙，最后站着的这帮人是真能打，他们扛住了成本涨5倍，分成只剩原来5%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还在继续往下做，而且往后这条路会越来越贵，不能蹭脸了，不能洗稿了，不能白用人家的版权了，样样都得花钱买。片子做完了还要再花一笔钱去买流量，据说现在一部剧这个投放开销是占整个成本的70%，能在这样的成本结构下活下来的，不是靠一套模板能够起家的人。这个过程大家想想像什么？像不像养蛊，对吧？最后这个一将功成万骨枯，能够杀出来的绝对是可以大杀四方。他们这帮人再去出海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大家自己心里明白。美国那边他是不折腾啊，也就没有这个过程，他们只管捡什么呢？捡咱们中国人养出来的这些能够打仗的这些人啊，捡他们做出来的经过中国考验的这些作品、这些商品、这些服务，搁我这儿试试啊，观众喜欢留下来，观众烦了举报封掉。中间这一部分到底是怎么把它弄出来了？最难看、最费劲、最血腥的这一部分啊，美国人就不干了。这才是这两套打法最大的差异。一边是真金白银交学费才养出了一批真正能打的人，另外一边是1分钱学费没交，东西照样给你端走了。那学费到底是谁交的？
是那13421个被处置的账号交的，是那3000部里头没有播放过亿的2995部交的，是那批被人按着网贷额度定价借了钱去买课的年轻人交的。所以这两边接下来是一条什么样的链？所以这两边接在一起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链子？很短啊，国内一格一格加到底，加到极限内卷，也加出了极限快速的试错，卷不动的再往海外跑，两头一起招手，招手的不光是 YouTube， 还有前面那家一边在国内收网，一边在海外发5万美金的自己人，然后让子弹飞完了半年，砍完了变现，抬了门槛，把答案收走了。讲到这儿，咱们今天最要紧的一句话我要讲出来：中国这套东西是我们活得这么可悲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国制造行销全球的终极秘密。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是撕不开的。可悲在哪儿？可悲在前边咱们数过7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底下，这些买课的人，这些贷款的人，这些在上头卖课的人，一直到最上边，估值200亿美金的这个公司，没有一个人是从容的，对吧？没有人说我可以有尊严的，可以站着把这钱挣了，没有。做剧一天出3部，卖课一波接一波的换赛道、平台运营，每天盯着数据改规则，做拉新的，把一部剧掐到最要命的地方，为了6块钱到12块钱，对吧？去挣这个一点点的蝇头小利，这里头没有工匠，没有慢慢来，没有我这辈子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只有一大群人挤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缝隙里头，用命去换那么一点点微薄可怜的钱。可秘密也在这儿，你把全世界都摆在一块比，同样的模型，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海外市场，凭什么最后成本压到最低，出片出的最快，哪条路走得通就在哪条路上这个往前冲啊，都是中国人。因为别人没有卷过，他们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腥风血雨，没有见过尸山血海，对吧？那么别的地方一个团队1年做个1、2部，中国1个季度出12万部，这12万部里头99%是垃圾，可剩下的1%真的是从这12万部里头筛出来的，是12万部血和肉铺出来的。外国人学得会我们的模型，学得会我们的工具，学不会我们这套卷法，因为这个卷法烧的不是技术，是人，是整整一代人肯在极端压力下，为了几块钱，把同一件事情重复干上10几万遍的这些人。中国人的日子过得比较可悲，可是中国货就是这样去行销全球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短剧，前面我们还有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也是这么走出去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在反复的上演。中国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所以美国人那边只管捡，他们捡走的不是内容，他们捡走的是我们用命试出来的这份答案。那么再往后，我们要稍微讲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真正有价值的 AI 漫剧即将大爆发啊！AI 漫剧到底是不是我昙花一现？到底是不是走完了？我给你看8月3号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8月3号就在红果短剧发布 AI 剧角色规范的同一天 ，Minimax 把 H3给开源了。H3是通用的音视频生成模型 ，Minimax 自己那份社区许可研究商用都是免费的，单条可以最长出15秒，画面和立体声一块生成。关键是下一句话，你自己拿回去部署。社区版优化到8G 显存就可以跑，16G 到24G 就够用。一张3000多块钱的显卡，你在自己家里头就可以做剧了，效果比 CTAN 3.0比 2.5 可能好吗？没有那么好啊，但是呢，也能够做出一些不错的东西来。但是你想跑在自己电脑上，不是按秒计费的，不用看别人的定价表，而且它还可以微调，对吧？有各种限制，你就可以这个自己去把它去掉啊。你甚至可以做出一些去限制的版本出来啊。微调2个字要说清楚啊，闭源模型给你一个成品，
你只能调提示词。开源模型啊，那真的是穿什么衣服就由不得你了啊！这个事儿大家自己去理解。再说工具这一头啊，这一年变化最大的其实是工具，还不是模型。做慢剧的 agent 平台，咱们举4个，第一个叫 Flowa， 第二个叫 LabTV 啊，是 Lab 的 App AI 出的，然后 Minimax Design。这个就是前面 Minimax 自己出的，还有剪映的小云雀啊，这就是现在有大批的这种 AI 叫导演平台。这些平台真正邪门的地方不是它出图或者出视频好不好，它邪门的地方是它把一大堆的技能给你，比如说这个叫商品视频拍摄技能啊，那个叫做恋爱什么技能，这个叫做3D 短剧技能啊，它有一堆这样的技能，就要挂上。各种的什么运镜啊，各种取景啊、镜头啊、打光啊什么的，都给你做好了，对吧？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看了一部电影，说，哎，我现在想用语言把提示词描述出来啊，这太痛苦了，对吧？但是人家说我都给你做好了，你想要谁的吧？想要希区柯克的，还是想用诺兰的，还是想用这个斯皮尔伯格的？想用谁的？搜，把这技能挂上，然后你写一个我想要什么，然后他用这个技能把提示词给你编出来，他这么来干活，然后再把整套提示词扔给大模型去画去。效果好的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大量的真正有价值的、有人参与的 AI 短剧出来。好，最后总结一下 ，AI 慢剧死不了，它会往合规、更高成本、更高质量的方向走啊，也会带着开源模型往海外走。你真有故事想讲，真愿意慢慢投钱把它做出来，这条路一直开着，只是从今往后，你得把片头写上自己的名字了。而且我把话撂这儿啊，下一个 AI 慢剧一定会来，可能3个月，可能半年，换个名字，换个赛道，换一批工具，到那天，这批赚快钱的人还会回来，还会再去收徒，还会给你再做出19800的这个课程出来啊，还是会再拎着年轻人去买课去，这个他们还会挣这笔钱的啊，这跟咱们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依然会存在。所以要想清楚的不是这门生意行不行，而是这个浪头打过来的时候，咱们应该站在那儿。说句实话，这条链条上没有一个人是从容的，包括我自己，我也在数后台，也在盯这个单价，也在琢磨这个月为什么钱多了，为什么钱少了。区别只在于你在这份压力底下是抢到了这几块钱，还是接着做自己那件事情。这里头呢有几种人，第一种人是弄潮儿啊，每一次有新东西出来，他第一个扑上去喝头一勺汤，转身就走啊，这个咱做不了，这个我没有那么快的反应。还有一种人是专门研究人心的啊，他心里头门清，大多数人是想占便宜的，想不劳而获的，他把课程做的像不像样了。让头一批人赚到的钱当成把头一批人赚到的钱当成活广告，后边一批一批往里填，填到最后按照你能借出来的贷款额给你定价格，这个呢咱也做不了啊。一方面能力确实差一点，另外一方面呢良心不允许啊。那么还有第3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我没本事左右 YouTube 改哪条规则和政策，也没本事赶在政策变化之前把钱拿走。数据涨，我不知道是怎么涨的啊，掉了呢，咱也不去具体研究了。我能干的就一件事，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期一期的把这个故事讲下去。至于有人来问，哎，说老范啊，这个你能告诉我怎么不劳而获，怎么能够一键做出片子来，我怎么能挣钱吗？出门往右转啊，那个卖课的人在那边等着你呢啊，不要来问老范。我相信来听老范节目的人，应该没有惦记不劳而获的人。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今天这故事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咱们看看有什么评论没有？对，刚才突然掉线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芝芝啊，是的，回来了啊，人在这儿，人在这儿呢。AI 慢剧太尬了啊，还不如看虾仁啊。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做的非常好的了，这么便宜了，关门大吉 SD 消耗了不少。
这个现在好像有一个模型叫 Flex3啊，那个也是不错的，水果式的，大家都是绕着走，不买会员看直播都有广告啊，是这样的。来了来了，欢迎，晚上好啊，晚上好。套路真多，太监本嘛，对他那个本后边就没有。最近看了不少《西游记》魔改的 AI 视频，有创意有趣的。我一个快50的人啊，笑得前仰后合的，这个很久没有这么笑过了。你是不是看那来总了，对吧？如来佛叫来总啊，然后那个，这个来总我们要做这个招投标啊，让9981难怎么样啊？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大家摊派啊，你摊几个，几摊几个，然后咱们把这事儿做出来啊，这个可好玩了。还有那个霍格沃兹的也有一堆啊，也可好玩了。小作坊猛料多呀啊，是的。短剧为什么容易出爆款？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敢下猛料，复仇出轨，这个豪门逆袭、霸总打脸、猎奇，这些呢不叫他容易出猛料，这都是根据人心啊这个筛选出来的。2026年9月1日以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是这样的。开源虽然自己不赚钱，但是可以让收费方也赚不来钱，这个倒不是，它开源其实还是挣钱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前几周我们专门在直播的时候讲了啊，这个开源到底怎么挣钱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 Minimax 出 M3的时候啊，它就是股价一直在跌，但是 Minimax 出 H3的时候，就是这个视频模型还把它开源的时候，股价就蹭蹭蹭开始往上涨，因为开源的文本模型有一堆啊 ，Minimax 做那个东西真的排的不够靠前啊，做的比较一般，稀松平常。但是开源的视频模型做的它这个水准的，它是头一份啊，因为可灵不开源，Cdance 不开源，谷歌的这个叫微游啊不开源，大家都不开源，只有它是开源的。虽然 Flex 是开源的，但是 Flex 做的比它差，对吧？这个一下大家就冲上来了。老范的 AI 短剧也相当不错啊，直接看段子笑不出来啊，搞成 AI 短剧才发现好笑啊。是的，咱们就做一些有趣的东西，不挺好吗？导演工作台啊，一堆一堆的，可好玩了。现在 YouTube 好多 MCN 出海视频，很工业风，没人味儿，就得把他们都干掉。但是他们呢，在没有被干掉之前，把老范的广告单价给拉下来了啊！老范恨得牙痒痒。啊，有人看了 AI 短视频骂一言假，有人看了感慨进步好快，明年大概就分不清真假了。不，现在呢，很多人要专门做二次元的啊，这个还不一样。七环圈，七环卷的原因，好，有看到我的了啊，感觉是 YouTube 服务器成本爆炸了，所以才着急，像是小书店摆不下印刷版的书籍了，要求必须手抄版才能上架啊，这个倒不会，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放这个视频这件事呢，实际上有2个大的成本，第一个大成本叫存储，这个成本呢，对于 YouTube 这样的网站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另外一个成本是 CDN 啊，就是这个内容分发的带宽。这一块呢，你只要看的人没有变多，啊，观看时长没有变多，其实是不会上升的啊。所以，你存再多的剧，只要没有人看，都是不会有成本上升的，上升的很少。有道理啊，是。真人露脸加 AI 声音会被判 AI 吗？这个你都真人露脸了，为什么不自己说呢？费这劲干嘛？我见过有 AI 露脸，但是呢，真人声音的啊，这个我是见过的，然后也是可以获得流量的。这稿 AI 味儿太重啊，这种人就应该删掉。中美一起清朗行动了啊，也在做。这个直播也有广告啊，当然有了，老范靠这玩意儿挣钱呢。上面那位兄弟啊，这个一篇文章是我的想法，我 N 轮迭代，只不过找了 agent 润笔，你就说 AI，你自己对 AI 说我要光，你就能拿到一切了吗？啊，这种抱怨 AI 味儿太重的，一般就是惦记不劳而获的人。
太苦了啊！是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日子，这条路受害者1818黄金眼报道了很多了，是的，非常非常多啊，都是苦中苦啊，养蛊的一个玩法是这样的。主要现在很多 AI 短剧和短剧的工作流和 prompt 都是套路了，结果一眼味儿很太重啊。虽然不说是粗制滥造，但是也不能说是精工细作。这个最后还是要大浪淘沙嘛，把精工细作的留下来，把粗制滥造的干掉嘛。AI 漫剧现在哪个模型靠前？应该还是 C-dance 2.0、2.5靠前。C-dance 2.5那个效果非常的好。老范刚才说。有谁专门写 AI 漫剧提示词啊？好多呢，像什么这个 Lab TV 啊，这个小云雀、Flava 这什么这些东西都有啊，还有这个这个非常非常多这种 Minimax 叫 Minimax Design 啊，但是 Minimax Design 我觉得做漫剧差一点，它那个可能做广告会好一些。现在应该主要还是 C-dance 是的啊。不过 H3因为开源加上成本低，所以好多也开始用 Minimax 了。可伶的话好像是那种跳舞短视频多啊，但是感觉做短剧还也会不错啊，好吧。可伶我基本上没用过。现在如果自己好好琢磨素材和提示词，加上动作迁移和多参考什么，很容易做出来可以乱真的短视频啊，就是看你肯不肯花时间琢磨罢了。对呀，就是不要上来上套路啊 ！Codex Token 用量过快，降至老范发现了吗？发现了，我原来一个比如说是这个叫做什么的我们叫做字幕整理的任务啊，大概也就是4%。现在一个同样的字幕整理的任务跑完了以后，这个技能我都没改一个字儿。对吧？就变成9%了，啊，这根本不够使。我现在正在纠结是不是下个月要涨到$100呢？我最近买了一个季度的质朴清音的会员，是我用免费质朴清音的时候发现老外做的小众电商网站，我丢进去马上给我复制一个，太爽了啊！质朴的Kimi 的啊，就是 GRM 和 Kimi 的模型现在已经都很好了。现在据说又出了一个神模型啊，叫 OX 阿尔法啊，牛来模型啊，据说已经非常非常强了，比 Kimi 比质朴还要强。现在呢，大家猜有可能是小米的 MIMO V3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是Minimax Minimax M3.1，据说也快了啊，质朴的 GRM 5.5据说也快了。啊，因为质朴的 GRM 5.3呢是在5.2的基础上做的后训练，就是它的模型规模并没有扩大。啊，咱们等等看这个OX 阿尔法到底是谁？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叫谁来着？其实就是像一个是美团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支付宝啊，他们就是这个蚂蚁集团，他们自己也都在不断的出模型出来。其实作为文字工作者啊，所谓稿子的 AI 味儿不过是大模型的一些输出习惯，用 skill 调整一下，很多人就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其实倒无所谓，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并不那么介意。偷 token 的大模型有点多啊，这个你也不能算偷，因为这个大模型的 token 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透明的事情，特别是这种套餐订阅制的啊，非常非常不透明。很多人手写的稿子还不如 AI 读起来通顺的，是这样。前面的评论，真人露脸加 AI 声音会不会被只翻译成，会不会被只翻译成多种语言让 AI 读出来那种？这个你如果看老范的视频，英文的部分它就是 AI 翻译的呀，YouTube 自己就提供这功能，对吧？你现在看直接中文就给大家讲了。如果你去找一个，你把你自己的账号设成英语的，你再看老范的视频就都是英文的，啊，现在也是英文、日文都有。但是呢，翻译了以后，我好像并没有发现有英文、日文的观众进来啊，这个让我比较诧异。可能我讲的东西还是太中国了吧？可以说说 OX 阿尔法嘛，最新的模型，有人猜 GRM，有人猜是 MIMO，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等它出吧，对吧？你没出之前，大家猜了半天都没用，因为前面有一个是，
就是猫头鹰那个模型，猫头鹰那个模型大家也是猜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美团的，对吧？谁也没猜对，所以你现在猜它没什么意义。我最近公司内会议上讲产品，就是用 AI 生成 HTML 的这个 PPT 和演讲稿啊，能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对，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内容本身上啊，所有这个形式的东西交给 AI 就行了啊。我们就是要内容大于形式啊，这个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好啊，今天的内容讲的差不多了，让老范也稍微休息休息。至于明天的话，明天我准备换一个玩法啊，明天没有长视频，就是明天早上起来没有长视频，但是从今天晚上0点开始，我准备上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一天2条啊，明天因为没有长视频呢，所以我准备3个小时一条啊，疯狂的扔一批短视频上来，让大家轻松愉快的过个周末。礼拜日应该是有长视频的。如果我礼拜日需要休息一下，懒得更新了呢，我也就不提前请假了。啊，如果我懒得更新了，就会有一大堆的短视频冲上来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来啊，好吧，那您只能从头开始看了。如果是实在懒得从头看呢，也可以这个礼拜一晚上6点半啊看这个直播切断啊。这个我太太会把我刚才讲的有磕巴的、有这个重复的部分剪掉啊，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切断视频出来。好，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